20岁拿笔你也能画成范增。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给你背书就不一样。老范来句实话，要想画卖得好，名气大，叫外靠奸商，内靠官僚。为什么？我给你们接着讲啊。范增这个名字为什么如雷贯耳啊？你要说崔如琢是资本运作高手，那范增就是高手的师傅。范增是一手把自己亲自运作、亲自布局，打造成所谓的这个享誉全球的国画第一人。范增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他是转学到美术史系，而且他那一年以1938年出生，1957年才开始拿笔，20了，虚岁20岁，范增才开始学画画。为什么？因为转学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然后迅速的又转系，转到了从美术史系转系到国画系，正式拿笔画画。所以所谓的人才不怕来的晚啊，20岁拿笔你也能画成范增。为什么？人家会设计。什么设计？毕业设计啊！咱们大学毕业不都毕业设计过吗？但是您看看人家范增1960年左右，60年代，人家范增怎么设计自己的毕业设计啊？你看看他厉害不厉害啊？我给你讲完啊。1962年他找郭沫若那天，郭沫若什么 title？ 我给你们捋一捋啊：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家住在后海恭王府的前院。恭亲王府的前院是郭沫若家的，他就这个待遇啊！你想想啊，我操，那这个文人的战斗机已经到头了。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郭沫若住那儿啊，郭副总理家。范增呢就打听到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你知道中央美术学院离恭王府很近的，很近，非常非常近。所以郭沫若就带着个文集归汉图卷轴啊，背着就跟苏秦背剑一样去找郭沫若。敲郭沫若家的红漆大门，大家知道那个领导们住的都是朱漆大门，他当当当敲。那领导都有警卫啊，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啊。副总理啊，看谁呀？我叫范增，中央美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我做了文集归汉图。我这个蔡文姬请郭老题字。那解放军战士管他是谁，就滚啊！郭总理很忙，郭副总理很忙，没时间，滚。范增啊，不是一般人啊。中央美术学院我刚刚离得很近，在哪儿？在王府井校尉胡同。那在哪儿？在后海，离得很近。所以呢，他每天下课蹬上自行车去堵，去后海郭沫若家门口堵，等了1个礼拜不长啊，等了7天，终于有一天晚上，郭沫若下班，小汽车进那个朱漆大门，范增抱着画卷轴就下来，拦车，我操！你要1962年中国还可以啊，文革之前中国人民还很朴实，你搁现在我操，拦车是吧？我操，肯定进去了，肯定出不来了。这脑白质脑前额叶切除了。郭沫若打开车窗，小伙子什么事儿？我叫范增，我画了一幅画叫《文集归汉图》啊，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话剧，我呢毕业设计画展的就是叫代表作叫《文集归汉图》，我想请您看一看。然后呢，我看了您的蔡文姬之后，有感而发，心潮难以平静，我画了这个《文集归汉图》，请您看看，帮我提个词儿，合个影，让我装个逼。你装到了没有？你看这就是懂吧？所以俩人一见如故。小伙子上车，他把他给弄上车去了。上车，俩人一起进了家，留他一晚上，吃饭看画，2个人切磋。这货是学历史的，你想想，范增是历史系，南开，他懂啊！我操，郭沫若好喜欢这个小伙子，就这么着，他俩真成了哥们儿，真是，叫什么叫师承关系。所以老郭沫若同志当晚诗兴大发，很多年没有这么高兴过了。郭沫若老先生挥毫泼墨，你不让我给你提词儿吗？就是蔡文姬、郭沫若，错。挥毫泼墨，在这个画上提拔。大家知道一幅画啊，它这个位置提的叫拔，给它提拔，拔可不是2个字3个字，写了多少？240个字。
写五言绝句啊，五言长诗已经不是律诗绝句了，五言长诗48句，5个字儿一组，5个字儿一组，给他写了48句，一共240个字儿。郭沫若，我操，范增可牛逼了，我操！这一晚上，范增改命之举，拿到郭老的题字，他才不舍得给郭老的，给他带回去了吧？拿回去欣喜若狂，激动的鼻涕泡子，我操，都喷了一摞。哎呦，因为什么？他太了解这个权贵的作用啊，所谓的这个你要跟什么人来往，他太了解这个了，一飞冲天了。他要拿这幅画干嘛？回学校，回中央美术学院干嘛？给院长看呀！操！哎呀，你大丈夫衣锦还乡啊，岂能锦衣夜行啊？操，给院长看！我操，你这都知道，大家懂了，那是副总理啊，主管文将，那中科院院长，那郭沫若先生给我写了240个字儿。院长也喊我操，这小范跟他妈的跟郭总理是啥关系呀？我操，给他写这么多，别的时候郭沫若只给毛主席写这么多，你知道吧？他跟范增俩人喝着小酒，聊着小天，就开始嘎嘎嘎给写240个字，我操，轰动啊！学校轰动，不能浪费啊！院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拿这幅画干嘛去了？你们猜猜，连锁反应，妈找人民日报去了，献宝了，要炒作。人民日报一看不得了啊！我操，这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朵他妈的叫璀璨的花朵！我操，完了，后继有人了以后。所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啊，标题是郭沫若为学生题画。操，人民日报给他发了一篇大稿子，范增改命，名声大噪，一夜之间成为著名青年画家，就这么来的。1962年，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怎么去评判？他不是武林，谁倒下谁就是孙子，谁站着谁就是赢家，他不是。所以什么？谁给你背书就不一样。郭沫若给你背书，你当然就是青年画家了。所以范增的名气越来越大，画呢就开始往外卖，60、70年代就开始往外卖。但是那个时候都很便宜啊。那有一次呢，老范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改革开放以后了，春满地了，开始卖几千块钱的时候，就是刚才有人说那时候卖几千块钱，范增喝大了。同行请教他说，怎么能卖这么好？点播呀，我画的也不赖呀，为什么您的画就是80年代啊，几千块钱一幅啊，我这画他妈几十块都没人要，为什么？喝大了。老范来句实话，要想画卖得好，名气大，叫外靠奸商，内靠官僚。奸商是什么？就是有钱人嘛，就是他妈中国的无产阶级企业家费拉嘛，炒作。官僚是什么？当官的。所以当官给你背书站台，然后你再把钱从企业家手里套过来，这就叫外靠奸商，内靠官僚。怎么个内靠官僚呢？老范对于官员运作，从郭沫若那把牛逼之后，他就形成英语叫 pattern， 就是模式。所有的官员站一次台，副国级的啊，市长什么县长，人范增不加你。大官副国级的这种大官来范增画展上站一次台，合一次影，当场送一幅大画。这张画的市场拍卖价值是上百万，当场送一幅。哎呀，所以什么副国级的这些退休领导人，对吧？趋之若鹜啊，人人都去给范增站台，他名字就这么起来的。当然，现任的就是他当时的那个时任的那些副总理啊、政治局委员们啊，就是这些副国级的，不会干这事儿，有政治纪律的。但是，一旦退休啊，什么成了什么副委员长啊、政协副主席啊，
退居二线的这些什么这个秘书长啊，那个什么什么主席，哎，就来了。那其实呢，老范也不在乎，哎呀，只要领导来了就给，这就叫内靠官僚。那么外靠奸商是什么呢？外靠奸商啊，就不要说了，外靠奸商说到自己了啊，就是大家懂吧？啊，就是因为它形成了市场，就卖出去了。范增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如雷贯耳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那段时间给领导送礼不能送钱啊？送钱一是太土，二是太危险，领导不敢要的。但是范增的画，哎，范增的字儿，尤其是范增的画，哎，他就愿意要。为什么呢？一挂在家里，哎，湘江花园，对，差不多就这名啊，就反正就是那种白墙啊，那个青瓦大院子，我忘了那叫什么楼盘了，这是20年没去了啊。那个在家挂着，保值增值也有面啊。而且你真缺钱，拿出去拍卖，马上就出去了。而且呢，你知道我告诉你们啊，为什么给领导要送画？而且得送活人的画，就是为什么不能送死人的画，要送活人的画啊？你给领导送画有一个好处，哎，你看关上门来讲啊，纪委来查不怕。为什么？纪委立案、公安判刑都是按市场指导价评估的。如果你要是送的是活人的画，如果纪委来查，你完全可以让这个活人来说，这不是我画的。3000万的一幅画，他只要一个句话说这不是我画，3000块，3000万变3000块，就是你懂了。那死人不行啊，死人们不会说话呀。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跟你点透为什么送画要送大师的活着的画？这个行有一话叫炒活不炒死，听懂了吗？就是活人的画好炒，死人的画不好炒。今儿我给你们撂的都是资本市场和包括那个叫什么鸡缸杯的那个老刘啊，他们都是资本市场跟字画文玩市场勾结非常紧密的原因所在。好了，崔如琢和范增的关系，那叫什么叫基因压制啊？范增基因压制崔如琢，但是论画画呢，崔如琢画的比范增画的好啊，这是事实。他们两位在我们颐和资本最牛逼的时候，2011年，崔如琢、范增哥俩也是巅峰啊。他们俩那一年胡润富豪榜，胡润富豪榜有胡润文艺富豪榜啊，就是什么书画名家这些。范增霸榜第一啊，崔如琢第二。你想他俩的关系吧？啊，范增当年拍品的那个公开成交价格啊，全国第一，崔如琢第二。当然俩货都他妈的瞒税啊。胡润这些数据是通过税务局拿到的，因为比如说范增一幅画拍了8000万，范增是要纳个人所得税的啊。崔如琢一幅画拍了5500万，他也要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你这个一统计就出来了，所以倒推过来，他们全年成交就这么排的序。但是我话告诉你，行有行规啊，人有人道，龙有龙道，蛇有蛇道。这个范增和崔如琢他们当年啊，都他妈逃税啊，就是实际的成交价格远远高于他们在税务局报税的那个价格，而且它不是每一幅画都是拍卖的啊，还有很多私下成交的、订购的，这些都是不报税的，全是现金交易。他俩的关系呢，就是基因压制的关系。他因为崔如琢画的比范增画的好，所以他就怎么就超不过他？因为他不会运作。逻辑推演，范增赚，我操！行，好啊，那不得几百亿？那得几百亿！老爷子只要别乱说话，那是假的，别乱说话，那真的几百亿啊！好嘞，再见啊，再见。